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瑞玲 Vivian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简单的一锅到底，用平底锅就能做出超级美味的叉烧肉。好几年前的影片呢，就有跟大家分享过怎么样做港式叉烧肉。不过之前的做法呢，是要运用到烤箱。有部分的朋友呢，希望 Vivian 可以分享不用烤箱的做法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简单，用平底锅做叉烧肉的配方。真正非常的简单哦。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的材料配方，大家就自行萤幕截图一下咯。材料配方跟文字食谱的连结，我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。需要的请自行多加利用。一般会用到的猪肉部位呢，多半是梅花肉或是夹心肉。喜欢吃肥一点的呢，可以用到去皮的五花肉，我觉得效果也相当好哦。像我自己呢，特别喜欢吃五花肉肥一点哦。不介意肥肉的，建议可以试试看去皮的五花肉。不过普遍呢，大家比较喜欢运用梅花肉来制作的口感。我今天买的这块梅花肉呢，已经剩下最后一块了，比较小一点。平常我喜欢买整大块一大条的梅花肉，然后把它纵切成长条状。今天的比较小块哦，今天就可以把它逆纹切，一样可以哦，切成2大块。就看大家买到的大小来决定你要怎么切，逆纹切还是顺纹切大块都可以。那我这块呢，就逆纹切成2大块。今天的梅花肉呢，纹理非常漂亮。等一下就来腌制它们咯。先来准备点辛香料，姜切片，葱切中大段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呢混拌在一起。我们要做成一个综合的腌料。接着把酱料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准备要来腌肉了，准备一个保鲜盒，然后把肉呢依序放入，把刚刚的葱段呢揉捏一下哦，让味道释放出来，然后放入保鲜盒当中。姜片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，揉捏一下。最后呢，再加入我们刚刚调好的综合腌料。接着把肉呢均匀的沾裹上酱料，然后按摩一下。接着就交给时间来腌制咯。你可以用一般的保鲜盒哦，我用的是手动抽真空的保鲜盒，可以缩短腌制的时间。普通的保鲜盒呢，就移到冰箱冷藏2到3天最入味。如果像我一样是用抽真空的保鲜盒来腌制，可以缩短到1天就可以完成腌制。时间到后呢，我们就要准备来调理我们的叉烧肉了。想要使用炒菜锅或者是平底锅都可以哦，只要你是密封导热良好的锅具都可以。如果只是用个薄底锅，可能导热不够好，非常容易烧焦哦。我今天就用平底锅来示范，我这个是28公分的平底锅哦，放入4条肉也没有问题。既然要做呢，我觉得可以多做一点起来。想要吃的时候呢，复热一下，炒一下，或者是蒸一下都可以哦。把所有的腌料、酱料全部倒入。一开始呢，我们用中偏大的火来加热，大滚之后呢，改小火，盖上锅盖，单面计时15分钟。15分钟到后呢，我们开盖，
然后把所有的肉呢都翻个面。翻面之后呢，维持相同的火力，再盖上锅盖，一样计时15分钟。两面呢都个别炖了15分钟之后呢，我们移除所有的辛香料，接着开大火，准备要来收汁喽。如果用3层肉的朋友呢，如果发现油比较多，可以先移除部分的油脂。接下来的步骤呢，就是开中大火，把汁呢收到浓稠的状态，让汁的部分呢可以扒附在肉的外表，这样就可以咯。大概收到影片这样的状态就非常完美了。这个步骤呢，要随时依据水分蒸发的状态调整火力，然后不停的翻动，避免烧焦。外表的整个酱汁变浓稠，就大功告成了。超美味的叉烧肉，准备开吃。不管是梅花肉的部位还是五花肉，我个人都觉得超级好吃。可以一次多做一些起来哦，放冷藏室。想要放得更久呢，可以放冷冻室，密封好冷冻2到3个月不是问题哦。不只可以带便当，还可以做叉烧包，还可以切小丁做叉烧炒饭哦。立马来一碗黯然销魂叉烧饭吧。As I'm staying close to the mirror, a lock of gold, a secret smile, little things I remember, plays a hand upon my heart as her, she was a believer. Sometimes I can feel her arms holding me as forever. Time changes everything, and everything will change in time. Love changes every heart, and any heart can change you.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喽。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 When you get older, a place